美元它跟全球是相克的。我们看美元指数，看看美元，看它怎么克啊，怎么克全球的。好，这是78年美元的低点，9几年美元的低点，跟11年美元的低点。然后呢，这个是高点啊，这个是它的高点啊，这个是83年，这是00年，这是22年。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新兴市场的危机是在红色还是绿色的时候产生？新兴市场的危机全是在美元上行之前，就是美元要往上走了，就把你全球搜刮一遍啊！为什么说搜刮一遍啊？你看这个什么时候产生的新兴市场危机？第一轮那个位置，第一个红的圈那是什么呀？黄金脱美元了，金本位崩溃了，然后美元成为老大了啊！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，谁倒霉？拉美国家倒霉。因为啥？拉美这些国家整个都破产了啊！因为这是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。美元的走强意味着大宗商品的下跌吧，然后这些国家的出口卖出去那些大宗商品又都依赖于这个大宗商品，出口的收入是不是减少了？贸易条件是不是恶化了？资本又都从拉美国家往外出了，对不对？没法偿还了债务危机。拉美的债务危机就是在这第一个红圈当中发生的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大宗商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哈。第二个那个红圈是1994年到2001年，那时候是啥？墨西哥发生了金融危机，也是大量的资本外流。然后呢，怎么样？因为它外汇储备不足，最后它没有办法去维持高估的那个本国的汇币，最后你猜怎么着了？不得不放弃，就是不得不宣布自由浮动。啥意思？就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去跟你美元固定美元汇率了，它必须得放弃了，就跟美元必须放弃金本位一样，它跟金价的这个固定制一样，这个墨西哥的货币它不得不放弃跟美元的这个固定了，然后最后怎么样？导致它本国货币大幅度的超级的贬值，金融危机来了。这是它第二次的圈儿。就是我跟你讲啊，所有的新兴国家的倒霉的时候都是那个美元指数低的时候。然后1997年亚洲的金融危机就是那一次我们出手把香港给护住的那一次，记着吧。然后就这第三个圈儿哈，上一年咱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，其实俄罗斯也是产生金融危机了。然后就是最后这一个圈儿，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了，埃及对吧？委内瑞拉，那基本上那个2014年那个俄罗斯的卢布贬的连一半都没有了。所有的新兴国家的危机都是在这三个红圈附近，就是美元往上走的时候就相克，你明白吗？相克，美元往上走的时候它就搜刮一遍啊。美元往下走的时候，反而是全球的 GDP 的时间序列是往上走，就是生产值也往上走，什么股市，包括股市也往上走的一个过程。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新兴国家跟那个国家的那个图啊？你看啊，这是新兴国家跟发达国家的一个套利 K 线。你说在这种位置，看吧，在这种位置，我觉得正常人都会想着上去吧，只是说它这趋势还在往下走，你看不到嘛，对吧？那啥时候上去呢？配合着美元指数的往下走，它就上去了。那风水轮流转嘛，对吧？所以现在美元降息，美元指数会往下走的这件事情，对我们来说是个利好的。然后有朋友说你分析一下啊，你分析一下那个我们怎么走。其实咱不用分析一下美联储降息会对咱们怎么弄。我那篇文章其实都写了，但我那篇文章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写的。我那篇文章是写的是用康波周期的定位嘛，对吧？从康波周期的定位来去看的，它下面市场大概会怎么走？就是新兴国家应该不会太差啊，有可能再来一波
3.5年的周期，到27年，然后再往后就不要再做股市了，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，最后就是商品，然后一直做到30年或者到35年，不知道看演绎，看这个整个的这个演绎，到时候才能再知道。